萬萬沒想到，中國有一西瓜價值6億，但作為慈禧的陪葬品深埋地下，而被孫殿英盜走後，至今流落在美國博物館，不肯歸還。那麼價值6億的翡翠西瓜是怎麼落入到美國？現在還能要得回來嗎？點個關注，點個讚，我們接着往下看。從古代皇室的喜好来看，翡翠和美玉從古到今都沒斷過，因此在這個喜好的基礎上，又出現了一大批的能工巧匠，用美玉作為基礎雕琢令人驚嘆的作品。而出自这些行家大咖之手的作品，無論放到古代還是現在，都是極有價值的物件。特別是有傳承有來歷的翡翠美玉作品，除了原料的價值之外，其歷史價值和技藝也是極大的附加品。因此这些有名有姓的翡翠也成为了权贵们爭相收藏的宝物。在这其中，慈禧就是里面的佼佼者。对於翡翠和美玉的喜愛程度，慈禧在歷史上是比較突出的。因此在自己去世之後，給自己風光大葬的情況下，那一堆奇珍異寶裡面，美玉和翡翠肯定是少不了的。因此定東陵也是出了名的富得流油。而在這其中，尤以那一對翡翠西瓜最為出名。在慈禧還能呼風喚雨的年代，作為慈禧的收藏品，這對翡翠西瓜被世人稱之為最貴重的寶藏。因此有聽說過這對翡翠西瓜的人，都對其魂牽夢繞，爭相起風采。由此也來說說這對翡翠西瓜。當然，翡翠西瓜是一種比較世俗化的叫法，其學術名字叫做碧璽。從原生的礦石來看，這對所謂的翡翠西瓜是由一塊負三方柱子狀的結晶電氣石組成，其本身的價值就是極其貴重的。所以在被慈禧收藏之後，特殊的身份更是讓這件翡翠西瓜得到了極大的加成。因此在修建完自己的陵墓之後，慈禧就把翡翠西瓜帶入了自己的墓穴。當然，讓慈禧的墓葬出名的不僅僅是翡翠西瓜。根據相關的數據，慈禧棺材裡面的隨葬品就超過了1萬件。因此無論是翡翠西瓜還是本身的價值，慈禧的墓葬都是極有吸引力的。而這其中，翡翠西瓜當然是慈禧的最愛。在平時沒有事情的時候，慈禧最喜歡把玩的就是翡翠西瓜，並且還專門打造了一隻箱子來放置。並且慈禧還認為，翡翠西瓜因為特殊的礦物材料，慈禧認為翡翠西瓜對於自己的面容還有美容的作用。根據李蓮英的說法，這一對西瓜在購買的時候也是花費了天文數字一般的價格。當然，在慈禧去世後，翡翠西瓜作為自己的最喜愛之物，帶入陵墓肯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是因為自己的高調，慈禧的陵墓成為了垂涎3尺的肥肉。其中在清王朝滅亡之後，因為軍閥混戰，再加上管理不善，慈禧的陵墓也就成為了孫殿英的下手目標。於是孫殿英借口在清東陵附近搞軍事演習，把清東陵實實在在的圍了個水泄不通。接着就是挖開慈禧的陵墓，孫殿英最先想到的也是這一對大名鼎鼎的翡翠西瓜。在得到了翡翠西瓜之後，眼見的確和傳聞中一樣，寶氣逼人。因此在最開始的時候，孫殿英想把這一對翡翠西瓜作為自己的收藏品留在身邊。但是因為自己盜取清朝皇陵的消息東窗事發，社會各界對於孫殿英給予的壓力也比較大。因此孫殿英開始用挖掘出來的寶物疏通國民政府的高層，其中就包括宋美齡、於右任、宋子文等一大批核心大員。而作為這裡面的重中之重，翡翠西瓜就來到了宋子文的手裡。因為當時居住在天津的滿清遺老遺少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因此孫殿英說他不怕肯定也是假的。而宋子文作为民國的財政部長和蔣介石的小舅子，保下一個人，這點話語權還是有的。因此翡翠西瓜來到了宋子文的手裡面，在全員得到了好處之後，民國政府對於孫殿英盜取清朝皇陵的事情也是表現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此靠着自己豐厚的財力，東陵大盜孫殿英也由此直接逃過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在翡翠西瓜來到宋子文的手裡之後就沒有在江湖出現過。而根據小道消息的說法，翡翠西瓜跟着宋子文最後來到了萬里之外的美國，成為了宋家子子孫孫的家族式的收藏品。也有一種說法是，在國民黨撤退大陸之前，宋子文出於攜帶的層面，因此把翡翠西瓜換成了更加容易變現、更加方便使用的黃魚，也就是金條。因此雖然翡翠西瓜的確在一段時間之內成為了宋子文的私人收藏，但是最後的下落，很長一段時間裡面，也隨着民國的滅亡成為了未解之謎。在沉寂了幾十年之後，這隻翡翠西瓜的下落一直是一個謎團，一直到10多年之後，在美國的一家私人博物館裡面，有人發現了其中一隻的翡翠西瓜。雖然並不能確定是不是宋子文帶到美國去的那一隻，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件東西實實在在是一件十分重要且貴重的國寶。於是就有在美國的中國人提出來，想要收購這件翡翠西瓜，但是在雙方的協商之下，最終並沒有達成相關的意見。因此從目前的行蹤來看，慈禧的那對翡翠西瓜至少有一隻還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所以在未來的時間裡面，也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和途徑，可以讓這件寶物回到祖國的懷抱當中。